如果这次的交易成功，李卓然不仅可以成功的变现，而且璀璨也就入股了东辰了。对我们来说是个双输的局面。你放心吧，我已经想好了应对的办法。好，我们一起去。不，你把精力放在更重要的地方。东辰的发展和生产不能再耽搁了。这段时间你好好的行使一下董事长的职责，把公司的大小事情都抓起来，咱们分头行动。好。但是你要小心啊。放心吧。领导，久等了。好，哎，服务员，来杯拿铁。谢谢你告诉我们关于李卓然的信息。啊，可还是晚了。林哲的事我听说了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医生说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，但是还没醒过来。啊，林董，你把我约到这儿是？我是想请栾总跟我演一出戏。什么戏啊？现在公安在到处通缉李卓然，他最想干的事就是逃出国境。但是他在走之前得把他手里的股份变卖了套现。栾总的角色就是和 Lucy 里一起争夺他的股份。卖股份？这个李卓然还能卖股份？公安不是冻结了他的资产吗？他其他的资产被冻结了，但是股份在他出事之前已经转给别人了。卖给谁了？祁东海，销售部的一个员工。哦，这个人我知道，我在采购部的时候，他是我下属。这个李卓然为什么要让他代持呢？他是李卓然的外甥。原来如此啊！这么多年，我怎么就一点没发现呢？看来你的对手也在自己的公司安插了自己的人呢。林总，你为什么会想到让我来帮这个忙？你离开东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，与这其中没有太多的利害关系。这个时候，你有想回购东辰股份的想法，不唐突也不意外，是再合适不过了。好，那我就来演一演这出戏。马哥，你放心，啊，我已经联系上了，钱一到，我马上转给你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放心。璀璨那边谈的怎么样了？啊，已经谈妥了。他们说抽时间签合同，价格按先前说好的。尽快安排见面时间，我不想等了。我知道了。栾董，道具已经准备好了，你可以登场了。
郭董事长大驾光临，欢迎啊！来，坐。找我有事？有件事情需要你的帮忙。董事长还有能用到我的时候。最近东城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我一看报表才发现，璀璨还有其他公司已经趁机占据了大量的市场份额。我们不能再内斗下去了。现在的东城需要新思维、新力量，走出阴霾，打开新的局面。我想请你和我一起做一些我们该做的事情。你觉得我有能力和你一起打开新的局面？你一直有这个能力。你知道我以前为什么那么恨你吗？因为我一直以为林毅的眼里只有你，没有我。但后来我知道了，他眼里有的也不是你，而是东城。难道林毅就是送你豹子项链的那个人？但是别想多了，我跟他之间只是纯粹的一场误会。我是穷人家的孩子，他供我上学，我找他报恩，仅此而已。你看，我现在自由了，我为我自己而活。所以，你接受我的邀约了吗？我没有理由不接受啊。谢谢董事长。我曾经牺牲了很重要的东西，我以为能够换取我想要的，可是到最后才发现，这人最终还是得靠自己。今天叫你们过来，是想要跟你们聊一下关于东城的未来。你们都是东城最优秀的一批人，你们的想法代表了未来的方向，所以我特别想知道一下，你们希望东城未来是什么样子，或者说你们希望在东城可以得到什么？明康，你先说说。我呀，就是特别希望我设计的珠宝能参加国际级的珠宝展。小青，你说说看。我就比较实际啦，我就想要凭自己的实力，在黄浦江边买车买房。我希望能够尽早实现财务自由。好，我想让我爸妈过上更好的日子。好，我想要设计出一款能够传世的珠宝。好，我就是喜欢设计，我要一直做下去。太好了，我要做首席设计师。好，我想去浪漫土耳其，我想让自己过得更好。好，我希望我设计的珠宝成为爆款，引领市场。引领市场。张董事，您呢？我就想能提前退休，回家什么都不干。谢谢大家刚刚的分享。一个不能为员工实现愿景的企业，不是一家好的企业。所以你们每一个人的愿景就是东城的未来。东城的决策权不应该在董事会，而是在你们每一个人的手里。所以现在我宣布，孟总监，请你继续主持销售部的工作，同时担任主管经营的副总，制定新的销售计划，尽快将库存珠宝卖出，将资金链盘活。OK。明康，收集1万所有数据纳入数据库，做好交接工作，推进现有工作。好嘞。张董事，
新的一波钻戒的原石尽快的调配，已经可以投入生产了。谢谢，叶总监和所有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联系，尽快制定考核制度，回调不合格的员工，发送招聘启事，招纳新鲜人才。好的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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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舅，吓死我了，是我。你就吃这个？你懂什么？外卖不安全。舅，我跟你商量个事儿，能不能别每次总是拿刀指着我？给你钥匙，谁知道给谁拿去了？钥匙给我。这可是我家，这样安全。对了，你怎么突然回来了？对，我听人说林毅带白希宁卖掉了5%的股份。他刚拿到手，为什么突然抛售了？听说是为了变现购买白家老宅，不过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这5%的股份卖了个大价钱。卖给谁？我们之前采购部的总监啊，栾树峰。对，这事儿就是我们采购部同事告诉我的，说栾树峰离开东辰之后，基金做得不错，很赚了一笔，一直想杀回东辰呢。这东辰股票值钱了？这消息可靠吗？可靠，同事都看到合同复印件了。平时不见你这么热心啊。反正还没签约嘛，要不咱们再打听一下栾树峰这边的价格吧。你怎么突然间那么热心？舅，你不是说了吗？股份卖了之后呢，分我10%，你多卖我多赚一点嘛。无利不起早，平时叫你关心公司的事，没见你这么积极。我这是低调嘛，我就怕一积极暴露咱们关系。算了算了，夜长梦多，我没时间了。约了璀璨明天的话，准时跟他们签约。舅，再考虑一下吧，我特地回来跟你说这个事。你不要管了，按我说的做，明天准时来接我。进来。顾总，你找我？把琉璃钻的全部设计材料整理一份给我。全部？虽然说金伯利钻石他们只是要求这批钻戒是琉璃钻工艺，对款式并没有要求，但是我们不能糊弄。行，我这就去弄。哎，云康，那个星爷那边现在什么情况？没什么事儿，他就是让我把往年所有琉璃钻的款式都整理出来。董事长情绪怎么样啊？有没有受 Jackie 住院的影响？这么快就又变成工作狂了？你不信我说的，自己去看喽。说不定是让自己忙碌起来，也好分分心吧。行了，都别八卦了啊。你找2个同事帮你把往年的那些琉璃钻的资料整理一下，我去找今年的，我们汇总交给李明康。好。请进。董事长，你已经好久没有休息了，我给你买了战马，补充一下能量吧。这里还有一些吃的。谢谢你 ，Cathy， 辛苦了。那我先出去工作了。你别忘记吃啊。好。来来来，先停一会儿，吃点东西，一会儿再干。谢谢。别客气。
我这里头居然有一个狮子头呀，我最喜欢的。看在你今天这么勤劳的份上，给你们补补。哎，我怎么没有狮子头啊？怎么会啊？哎，这应该是标配吧？可能在饭底下，你再拔拉一下。我真没有啊，李明康，我怎么没有狮子头啊？啊，可能那个老板忘家了吧？忘家了，这么大个狮子头也能忘家了，这老板可真够二的。我也觉得挺二的。刚下班，坐。林哲终于不用躺在 ICU 里边了。可是今天医生跟我说，林哲有可能永远也醒不过来了。不会的，林哲他那么善良，老天爷一定会照顾他，他一定可以好起来的。这歌是放给他听的。小时候我没时间陪他，就给他放宫崎骏的动画片。最后他没有成宫崎骏的影迷，却喜欢上了久石让的音乐。这首歌叫《The Rain》。对，这是他最喜欢的一个曲子，经常听着这首歌入睡。快去睡觉去。我想要哥哥陪我。哥哥还要赚钱养家，还要给你好的生活呢。我就想要哥哥陪我。来，睡觉。最近公司怎么样了？运转正常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消息已经散出去了，就等着鱼咬钩了。哎，Joe，这是在车上，没必要捂这么严是吧？你懂什么？如果警察盯上我，你就知道有没有必要了。那你可以在这里等我，反正我是代持人嘛，价格也谈好了，你不在场也可以完成交易的。价格变了，你跟璀璨要重新再谈。你真的想好了要变价格？璀璨一直想办法要入主东辰，要不是我现在急着卖，能够赚得更多。Joe，我赞成你变。Joe，咱们真的要抬价吗？万一他们不接受，那不就崩了吗？瞧你这点出息，照我说的做。好。季经理，你好。你好，你们李总呢？哦，李总今天有事儿，所以委派我来了，请坐。啊。这下我们可以谈正事儿了吧？啊，好。这位是？自己人，我助理。哦。来，
齐先生，这是合约，如果没有什么问题，就可以签了。没有问题吧？没有没有。来，这合约是没什么问题，但是这个价格需要再重新谈一下。齐先生，什么意思？之前的价格是我欠考虑，如果璀璨诚心合作，在合理范围内加点价，应该没什么问题吧？那么齐先生所谓的合理范围是多少？2个亿。我没听错吧？你没听错，东辰市值已经涨上去了。东辰董事长白希宁刚刚出售了手上5%的股份，你可以查查看他卖了多少钱。等你们拥有了股份，入主东辰之后，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。这区区2亿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这样吧，我需要跟我老板商量一下。好。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栾总监，你怎么有我电话？是老同事告诉我的。哎，我现在已经不在东辰了，就别叫我栾总了。我最近听说你又买了一些东辰的股份，我应该叫你栾董事才是啊。嗨，我买那点股份啊，真是愧对董事这个称谓了。哎，我听说你最近代持了一部分股份，怎么样？我们是不是可以聊聊？那你愿意出多少呢？帮我拿一下。先生，要不我现在就跟李总商量一下价格，我猜加个几百万，他应该可以接受。暂时不用了，我们再考虑一下，以后再约时间吧。今天的时间我们是约好的，这不谈出结果，我怎么回去汇报工作？稍后再谈，稍后再谈。哎，齐先生，你该表个态，不能总听助理的吧？助理的话有时候还是要听一下。再约。哎，齐先生，齐先生，齐先生。哎，栾淑凤约好了吗？他的意愿很强烈，约了今天下午见面，还说只要我们价格不变，下午就可以签约。好家伙，老天爷对我还是不薄啊！5000万啊，能不涨吗？涨不涨我说了算。就是啊，就5000万，可不是小数目啊。对了，你约他见面的时候，我不方便去，到时候你跟他见面签约就行了。好，好嘞。林总，我跟祁东海沟通完了，他和他背后的人动心了。那就好。看来我找你演这出戏是找对人了。这个祁东海对他的老上司还是挺有念想的啊。是你把准了李卓人的脉，知道他的个性，他绝不会顾忌什么道义规则而见异思迁。一会儿啊，我要跟祁东海见面，到时候咱们再具体商量。好嘞。栾总监，抱歉，让您早到了啊。走。哎，服务员，来杯卡布奇诺，谢谢。我早到是正常的呀，以表示我的诚意。怎么样？我们谈妥的合同没什么变化吧？没变化，在老上司面前，谁敢耍幺蛾子？好，我这2天啊，把合同给您看。这2天可不行啊，要快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
哎呀，东海啊，在2天之内，我把这合同搞定，已经算快的了。我知道，可是这次情况特殊嘛，而且你不是说下午就可以签合同吗？原来是这样，但我这边法务请假了，要等他回来才能做这事儿。这可不行啊！东海啊，你这就强人所难了。哎，这不是几十万、几百万的款项，而且我这里筹钱还需要时间。我知道是急了点儿，可是现实情况就是这样。哎呀，既然这样，咱们这个咖啡就不用喝了，我得抓紧时间去跟法务商量办法。哎，罗总监，好吧，那尽快联系我。好。他说他会联系我，另外他凑钱需要一些时间。你脑残啊！万一他凑不够呢？万一他变卦不买了呢？我也没想到是这样啊。那现在怎么办？马上再联系璀璨，我们不可以两头都落空。好吧。喂，哎，你好，我是齐东海啊。我回来琢磨了一下，还是卖给你们璀璨最合适。我们再约谈一次，直接签约吧。不用约谈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你不知道原因吗？我们李总也觉得你的报价本来就已经很高了，还要加价，这可不成。另外，你的股份是你们前董事长的吧？他现在被通缉了，不敢见人。对了，上午跟你一起来的假扮助理的那个人就是他吧？不是啊。是或不是，我都不关心。但我知道，在找他的人不止一路吧？他的股份有人敢要吗？你现在就是打5折给我，我都不敢接呀。喂，他给挂了，还说打5折都不要。怎么办就？璀璨不要，咱们还是死等栾树峰吧，大不了机票再改签。等他？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根本不该接栾树峰的电话。就你怎么能怪我呢？你不是也想多卖一些吗？最后拍板跟璀璨谈崩的也是你啊，跟栾树峰谈的也是你啊，你怎么能怪我呢？你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明天帮我姓胡找取回来，我不能再等了。那好吧。我听说在市面上在大量抛售东辰公司的股份，而且啊，还是抛售给璀璨。咱公司是不是快不行了？那帮董事们肯定是在给自己找后路。可白董事长不是刚开完动员会吗？就是啊，之前开会的时候还跟我们说啊，不能实现员工愿景的公司不是好公司，还说什么员工要跟公司一起大展宏图，全都是骗我们的。据说这抛售的股份比20%还要多，这公司要是成了竞争对手的，我想搞不好要大裁员。不会吧？不会吧？哎，董事长，董事长，走。你觉得这次的谣言又是谁传的？公司的各个群里我都问过了，这一次真不是从公司内部传出来的。璀璨，极有可能。没买到李卓然的股份，就开始散布负面消息了。如果这个事儿真是像我们猜测的这个样子，那这家伙真是太狠了。Cathy， 你立刻给媒体发公关文，把这件事情解释清楚，尽量把影响降到最低。好的，董事长。明康，和金伯利钻石那里的合作不能够耽误，一定要及时推进。
如果有需要的话，你就自己去一趟厂里，和厂长沟通一下。顾董，涉事那边让我们立即解释关于抛售股份这件事。不是李卓然抛售股份也要顾董解释吗？回复他们，24小时之内，我一定给胡总一个具体的解释。好的。喂，连律师，是我。哦，办妥了。好，以后别打我电话了。应该以后我们不会再联系了。好。喂，护照取到了吗？在乐天大厦天台等。哥们儿，哥们儿，你叫我？这里就咱们俩人，我不叫你叫谁啊？怎么了？我不知道该不该告诉你啊。说吧。有2辆车啊，跟咱们3条街了。师傅，给你，开快点！哎，甩开他们！好，小跑，抓他！快！哦，给油！绕过去干嘛呢？快！车呢？车呢？在哪？前面，快接住他！没人。人呢？谁呀？我问你人呢？你多他妈什么糊涂？刚才坐你车的人到站下车了。喂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护照呢？喂，您好，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Sorry, number is dialed. 董
咱们是不是正在和金伯利进行一项琉璃钻的生产合作项目？是。大家听到了吧？这正是我请你们来的目的。董事长，我建议啊，立即暂停和金伯利的合作项目。为什么？那批钻戒已经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了，现在停止，损失是我们承受不了的。要及时止损。老钱啊，你说你这个人啊，来董事会这么长时间了，每次开会你都不发言，这可倒好，一发言就是这么强烈的反对意见。老张啊，以前我不发言，那是东辰有主心骨，还到不了我这个小股东瞎操心。你说最近吧，林毅连面都不露，全靠这么个小丫头，啊，全靠这么个年轻的董事长掌控全局，你说能不让人担心吗？你别忘了，这年轻的董事长她是唐总的女儿，你刚才你说谁是小丫头呢？我跟你说，他现在有公司最大的股份，他出来主持工作名正言顺，你知道吗？张总，欺生啊，这不是？你太严重了吧？我哪有欺生啊？我这是被别人欺负，不得不发声。能不能请您先说一说，您觉得这个项目会带来什么损失？董事长，你说咱们东辰吧，现在已经是风雨飘摇，自身难保，你还要继续投资什么琉璃钻？那可是人家盛世投了一大笔资金的，这万一这笔钱投出去收不回来怎么办？你考虑过这个东辰将来会面临什么吗？我才是盛世在东辰的股权代持者，这应该是我操心的问题吧。再给祁东海打电话吧，别打了，他现在在公安局呢。你给他什么好处？离开你就是最大的好处。你觉得你现在还有什么追随的价值吗？你想冒这个险，你自己去冒，你别搭上我们这些股东还有员工的利益吧。您的意思是说我没有顾及到东辰其他员工的利益？我同意董事长的做法。钱董，我想问你，现在目前而言，除了琉璃钻这个大项目之外，您还能够列举出哪一个项目能解东辰的燃眉之急？这利润越大，风险越高。已经投入了这么大的成本，半路放弃才是增加风险成本。据我所知，销售部和采购部针对这个项目已经做出了大量的工作，置员工的心血于不顾，才是不考虑员工的利益吧。当然，我身为东辰的销售副总，我要为我的业绩考虑，为全年的指标负责。哎呀，好大的情怀呀！你怎么不说你要为东辰负责呢？王副总，我可是要提醒你，现在是股东的内部会议，你口口声声这么说，恐怕你是担心你所代持的李卓然的股份还没有到手，你愿望难成吧？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是列席参加会议，你没有发言权。所以呢，我还是坚持提议暂停和金伯利的合作。我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我也不同意。等您取得半数以上的支持，您再来跟我说这个项目。我同意顾董的意见。好吧，我不说了。你弟弟 Jack 的事是个意外，这不能怪我，是他逼我的。如果他按照我的意思去操作的话，我会放他走，也不会为难他。但是他偏偏要把那些钱打回东辰，那是要我的命啊！你觉得你还跑得了吗？跟我去自首吧。马静的人在楼下转悠半天了，你应该知道他们会怎么对付你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去坐牢。马静的人盯我很多天了，我有办法对付他们，只要你放我走。黄佩英，女，52岁，菏泽人，现居住于美国旧金山，无业。李康健，男，19岁，现……够了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原来你还有在乎的人。这些信息我能够得到，马静也能得到。你应该知道后果。
林一，我们共事那么多年，你何必要逼我呢？你就不能放过我，不能有善念吗？你杀死了我们的勘探员，逼死了唐老师，害得我弟弟至今昏迷不醒。你跟我谈善念？你在海外的资金都是这些年贪污东陈的，不管你的结局是在监狱里，还是在马静手上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还我？就算你跑了，你的老婆孩子怎么办？马静会放过他们吗？把当年的证据交给我，然后去自首，最起码给你的老婆孩子留点福报。马静手上有东陈人的血，我是不会放过他的。是那边沙场。老大，没有，没有，下去，快！好，你说的对，你有信念，我没有。你要的都在这儿，有我的银行账户和密码。走吧，跟我去自首。李主任，跟我去见马哥，快！林一，我欠你的我还你了，记住你说过的话。李主任，别跑！您的馄饨请慢用，谢谢。最新消息，今天下午2点左右，一男子从乐天大厦天台坠下，当场身亡。经警方证实，该男子正是东陈集团前任董事长在逃嫌犯李卓然。据悉，该在逃嫌犯系在天台顶部不慎失足坠下。警方提醒广大市民注意高空安全。我姓邢，这是我的名片。是这样的，李卓然先生生前，他取消了先前股权代持人的资格，并签署了一份股权转赠合同。他把名下20%的股份转赠给你。什么？转给我？是啊。他没有告诉你吗？完全没有啊。哦，这样。不过没关系，这是股权转赠合同，你先看一下。看过之后，你就可以考虑接不接受这个转赠。如果接受的话，还麻烦孟小姐在合同上签个字。他还有说其他什么吗？这份合同是他快递给我的，其他的没有任何交代。孟小姐，还请节哀。谢谢你啊，邢律师。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太突然了，我需要一些时间考虑。也行，这份合同你可以留下来慢慢看，但需要你在3个工作日之内给我答复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有任何问题就随时联系我。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再见。慢走。
这算什么？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你终于接电话了，我看到李卓然的新闻了，你没事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儿。你现在在哪里啊？在高速公路上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要去办点我自己要办的事儿。公司你先定几天，这对你也是个考验。磨练你心智的好时机，顶住啊！等我回来。早点回来。好。台友。最近呢，我又是一段密集加班的日子。我知道，如果你在公司的话，你一定会给我买各种各样好吃的，然后嘱咐我好好休息，对不对？李卓然死了，他是从楼上摔下去的。虽然我不知道他是失足还是自己跳下去的，可是当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我的心里也像缺了一块。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，你可以慢慢的好起来。东城可以慢慢的好起来。李总今天怎么想起来约我了？不要这么说嘛，好姐妹一起做做 SPA， 天经地义啊。你这个好姐妹的范围还真够广泛的。都要向前看嘛。今天的新闻你看了吗？我相信你一定看了。李卓然失足丧命。哎呀，这么多年的竞争对手啊，竟然落了这么个结局，真的是令人痛心惋惜。不对呀，你看了这个新闻，应该是敲锣打鼓，热烈庆祝一番才是吧？敲锣打鼓的大有人在，但绝对不是我。倒是你啊，小肖。大家都知道李董在世的时候非常器重你，可是你的状态啊，特别令我意外。你今儿约我出来，就是为了跟我聊李卓然，看看我的状态啊？你别误会，我没那么无聊，我就是好奇而已。好奇什么？李卓然刚走，你就开始支持顾心言了？李董真是手眼通天啊！这东城好像就没有你不知道的事儿。我知道你有股份，20%。我不仅活人的事情都知道，这死人的事情啊，也知道一半。李卓然临死之前想把他的股份转让给我，可惜出了岔子，没想到让你占了便宜。这可是20%啊！后悔了？后悔，肠子都悔青了。你能把你的股份转让给我，我保证绝不会替你出局，而且我还会让你作为股份代持人替我入驻董事会。你不是一直想跟顾心言那个丫头一较高下吗？这不就是机会吗？
你可能找错人了。对，我曾经是迷茫过，想要在这个城市满足一些不可抑制的欲望，但我现在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了，你理解不了。不要那么着急表明态度，我给你足够考虑的时间。关于下一季的方案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我觉得应该是被李卓然牵连的吧？哎，现在 Jacky 怎么样了？还那样吧。别着急，恢复总是需要时间的嘛。明康，谢谢你。从我进入东城，你就一直坚定地跟我站在一起。你别老这么说。再说了，通过这次这个事儿，我也明白一道理：人生无常啊。你说咱这么大一公司的董事长，这不说下来就下来，又怎么样呢？行了，那我们各自去忙吧。我下一次再跟你聊关于营销方案的事情。好嘞，有事叫我。那我们喝一个。来，七哥，哎，我们一起。干了。干了，干了，干了。七哥好酒量。哎呀，你们也是好酒量嘛。我跟你们说啊，我们公司呢，在加拿大、俄罗斯、澳大利亚都有很多的钻石原始矿坑。有一次呢，我去加拿大的钻石矿坑去考察，刚一进矿区，我就发现了有你手腕这么粗的钻石原石。我的天哪，那一定值很多钱吧？什么叫值钱呢？那简直就是无价之宝。七哥，想拥有一颗钻石戒指是每个女孩的梦想。梦想呢，对你们两个人来说呢，可能比登天还难，但是对我陶乐琪来说，那简直是易如反掌。你七哥家里啊，就有很多的钻石原石。晚上我们3个人在你七哥家里看原石啊。真是太坏了。陶乐琪，谁啊？陶乐琪吧？是，怎么了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可是守法公民啊。马静认识吧？马静不认识。马静都已经交代了，这次你吃大。什么都没看。老实点啊！我真的是没看。走。近日，地美矿业董事长马静及其团伙因涉嫌境外洗钱，已被警方逮捕。审讯期间，警方发现了15年前地美矿业因商业竞争，马静与李卓然联手对原东辰集团董事长唐婉容女士进行诬陷和迫害。此案件正在受理当中。
小姐你好，现在就点菜吗？哦，不好意思，我想等客人到了再点。好的，请稍后。谢谢。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，请稍后再拨。你想让我从东城撤资？对啊，当初你投资东城的时候，不是也犹豫过吗？可东城现在是我的合作伙伴，除非他亏损或者是破产，否则我以什么借口撤资？看来你对东城的内部情况还真的不太了解。你们这些投资人啊，只会看外壳，对内里的情况可就不那么门清了。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地告诉你，如今的东城离破产已经不远了。此话怎讲？前任董事长畏罪自杀啊！主持工作的财务副总监躺在医院里变成了植物人，采购部总监负气出走，前任的财务总监被踢出了公司，而东城的中层核心设计部、销售部总监已经变成了我们璀璨的主力。你告诉我，现在东城还剩下什么？而我们璀璨呢，兵强马壮。我们已经连续2个季度拿下了整个市场的大部分份额。胡总，你撤资东城以后，不如跟我们一起收购东城吧。收购东城？据我所知，前几天你还对李卓然的20%的股份垂涎3尺，这才几天，已经升级到收购东城了。这是我 Lucy 李的速度。哼，真是不可想象的速度啊！那就发挥一下你的想象力。你想象一下，你原来只想投资一家珠宝公司，而现在你可以和我们璀璨拿下整个珠宝的半壁江山。难道说你就一点都不动心吗？以璀璨现在的实力，想要收购东城，为时尚早吧？我确实不具备这个实力，可是我的 A 轮和 B 轮投资方具备这个实力，再加上盛世风投，那这岂不是投资界力壮美谈？吃饭时间到了。啊，胡总，你想约我吃午饭吗？可惜我已经有约了。没关系，推掉它。难道你不想深入探讨一下璀璨和盛世的未来吗？喂，我这边临时有点急事，咱们改天再约吧。啊，不好意思啊。妈，您在那边还好吗？我们已经查清了李卓然的案情，为您洗清了冤屈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快乐不起来。最近我的睡眠不好，东城的困局也没有太大的改观。而且我有一种预感，一个新的困局即将出现。妈，我该怎么办啊？
进来。董事长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盛世的3期投资款一直没有到账，今天他们的法务突然要求我们递交第2期的审计报告，并且按照合同约定比例计算盈利，否则就要撤资。替我约一下盛世的胡总面谈。盛世的工作人员态度非常强硬，拒绝与我们会谈。看来我就只能跟进一下金国利钻石那儿的进度了，这是我们唯一的希望了。那盛世这边，我会再去想办法。星爷，喂，明康，我们这边合作的钻石产品进度怎么样了？盛世那边已经开始催款了，如果我们不能按时推向市场，他们就要撤资。金茉莉钻石这边推进的非常顺利，如果按照目前这个进度来看，基本上可以确认能够顺利的推上市场。太好了，替我谢谢金总。好嘞，没问题，放心吧。周厂长，真是太感谢您了，我们刚刚顾总亲自打电话来说，一定要谢谢您。你放心，金茉莉钻石和东城的合作，我们董总和金总都非常重视，按时推向市场肯定没问题的。真是太感谢您了。事出紧急，我长话短说，盛世投资的第3笔款项可能不会到了，而且还会有撤资的危险。什么？这不是釜底抽薪吗？盛世的第2笔投资款已经全部投入生产中了，现在的生产、经营、销售、周转，样样都需要钱，而且缺口会越来越大的。我知道，我会再去跟盛世谈一谈的，但是一定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好，有几件事情需要你去做，立刻去调查东城集团所有的不动产、专利设计、库存珠宝，还有在其他企业中所占股权的信息，交给我，要快。好，把所有闲置的现金通通都调拨出来，以备不时之需。行，辛苦你了。没事的，董事长。闲置资金。你说要是林副总监在就好了，这些事情对他来说呀，可能就是小菜一碟。但是我相信，我虽然没有他那么高的智商，多花点时间也能保证完成任务的。他不在的时候，辛苦你了。董事长，您请放心。另外，这件事情属于公司机密，只有少数的人知道，千万不能散播出去。好的，我知道的。行，那你去忙吧。董事长，你说咱们东城这次能挺过去吗？能，一定能。那行，我先走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孟副总，我下次一定注意的。你们刚刚开会来着？对，董事长有些事情交代给我。就你们2个人？对，也没什么，就是交代一些日常工作。啊，行。那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请慢用，谢谢。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。什么事儿啊？盛世的第3笔投资到不了账了。什么？不仅如此，他们还对第2笔的投资、审计还有利润比提出了很严格的要求。如果完成不了，还要撤资。这样一来会把东城推到悬崖边上的。就是因为怕在公司引起恐慌，所以我才把你约到外面来说。这目前还是个内部消息。但是我已经通知财务部的小周，让他做出应急措施了。难怪今天在公司见到小周慌里慌张的，问他什么他都不说。是我让他保密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不应该瞒你。虽然你不是公司的股东，但是你却是骨干。我需要你和我一起面对。谢谢你，心妍。谢我什么？谢谢你这么尊重我。没错，
之前在东城，我确实被重用过，但是那些人呢，大多都把我当成得力的助手。但你不一样，你让我觉得自己是东城的主人，东城的事就是我的事。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，我现在已经是东城的股东了。怎么？李卓然出事之前，将他手上20%的股权转让给我了。当然，这里面有十分苛刻的附加条件。我之前还在犹豫要不要接受这份合约，但我这几天想明白了，我需要这份股权。但我不是需要他带给我的金钱，而是需要他带给我的力量。我要跟你一起，为了东城而战斗。吴总，这个帮我复印一下。哎，胡总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您的助理不让我预约，我就只能在这儿等您了。西宁啊，你别误会啊，我不是躲着不见你。您放心，我不会误会的。咱们两家是世交，按理说这个时候我应该帮你一把。您已经帮了我很多了。在商言商，我们公司现在10几个董事盯着我呢。现在的商业环境就是这样，一步走不上点儿呢，就很有可能被淘汰、被嫌弃，甚至被碾压得粉碎。西宁，你想过没有？如果这个时候把东城给卖了，这可能要比你极力挽回来要轻松得多。这个世界上轻松的事情有很多，但是人活着不是为了图个轻松的吧？可你是个女孩子啊。现在是有一些90后的创业精英，可那都是少数中的少数。让这个世界一步一步走向前进的节点上，做出那些重大的、正确的、影响人类走向的抉择，都是少数人做的，而大多数的人只是跟随着这些少数人而已。西宁，我承认你天生的格局就很大，可是你知道吗？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一意孤行的人，他们更喜欢那些审时度势的聪明人。哎呀，那我完蛋了！我从回国的那一刻起，我就一直在一意孤行。看来以后我也就只能一意孤行下去了。西宁，你已经做得很出色了。可是东城走到今天这一步，它未来的发展是无法控制，并不是你继续一意孤行下去就能扭转的。你又为什么非要逆天而行呢？不管怎么说，谢谢您的忠告，但是您还是不了解东城。外面那些看似了解东城的人，其实他们也不了解。我相信东城可以重振旗鼓，所以我恳请您再相信我一次，相信东城一次。我之前就是这样相信的，但是事实让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震惊。李卓然坠楼身亡，财务副总监成了植物人，还有一些听起来像离奇小说一样的细节。盛世的投资率、回报率我很难保证。与其这样，我还不如收购了东城，重新整合。说到重点了。是，卢思丽已经找我详谈过了，计划书写得非常详细，也很有说服力。我希望你也可以看一下。我想请您相信我，就算倾尽所有，也要保住东城的决心。不，西宁，你怎么就这么轴呢？以你现在的股权比例，如果东城被收购，你随便买几个矿，开几个新的公司，有什么不行呢？你为什么非要在这个？因为东城就只有一个。其实我并不反对东城和资本合作，甚至说上市，但是东城的基因就决定了，
它只能是一个踏踏实实做珠宝的公司，不会成为任何人的理财工具。你也可以告诉陆西丽还有她背后的金主们，让他们死了这份心吧。他不同意，是，态度很坚定。这很正常。自尊心这么强的一个人，怎么会轻易接受这么尴尬的局面呢？我现在倒觉得他的坚持是有道理。胡总，你可不能现在动摇。我们的收购刚刚打响序曲，接下来您就看我的吧。哎呀，也不知道领导怎么想的，突然把东城的家底儿都翻出来了。领导的事儿咱们怎么知道？马姐，赶紧弄吧，弄完好回家啊。都几点了？我还答应跟女儿吃烤肉呢。哎，小周，啊，顾董不是找你去开会了吗？对，他就没说为什么翻箱底儿。没说呀。真的假的？出事了！出事了！你们听说了没有？东城就要破产了，而且会马上被整体收购。啊？真的。小周啊，我看不是顾董没跟你说，是你瞒着大家吧？就是呀。没有，我真不知道。我要知道了，早告诉你们了，对不对？这么仔细的查家底儿，这不就是被收购的前账吗？对呀。不是真不知道，我要知道早告诉大家了。开会不是叫你了吗？近期有传闻，东城要被收购，是真的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问的问题我们一概不知，都请回吧。喂 ，Cathy， 顾董事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你别着急，你慢慢说。记者来闹事，把整个东城都包围了。员工在传，工厂也在传，罢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来。好嘞，李总，你放心，该发的文件我都已经发出去了。我要的可不是简单的一个势头啊，我要的是发酵，把事态发酵起来。已经开始发酵了，东城那边已经被媒体同行包围了。而且我还听说，东城下面的工厂已经停工了。有了上次的欠薪事件，工厂的工人都草木皆兵，人人嚷着要罢工，我相信要不了多久，那栋楼里的人都要罢工。你办事情我放心，大记者辛苦喽。好嘞，李总，那我们回头聚。顾董，工厂那边已经传来消息，许多员工已经怠工闹事了。更奇怪的是，不知道什么人传说东城就要倒闭了，盛世要撤资，璀璨会收购东城，弄得现在整个大楼里人心惶惶的，都没心思工作了。盛世要撤资的事情是严格保密的，怎么会在员工当中传开呢？目前还在调查中。大家都在担心，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突然间又失业了，甚至连这个月的工资都领不到。领不到工资？东城什么时候克扣过员工的工资啊？真假消息揉在一起，很难解释，而且他们的情绪似乎有人在故意煽动，很难安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那我们先去忙。前段时间带队盛世杯辛苦你了。可惜啊，被东城的林毅抢了先。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给盛世的那些投资方可留下很深的印象啊。我是不是应该犒劳犒劳你啊？还有啊，我有件事情想请教你，我想了解一下东城的详细内情。东城的情况您还用跟我了解啊？您不是挺清楚的吗？哎呀，我估计啊，他们现在应该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吧？啊，真有你跟顾欣言真正较量过啊！以你对他的了解，面对这种局面，他会怎么选择？
顾心妍，她跟我搞销售竞赛的时候，她还是设计部的一个小员工，而我已经是总监了。就那样，她还敢跟我叫板，丝毫不怯场。最后结果是她把你赢了吧？她那是耍小聪明。那当然了，要不然怎么能赢得了我们的班总监呢？你觉得她绝对不会服软吧？绝对不会，强势的重压对他来说呢是毫无作用的。璀璨想要成功收购东辰，就得智取了。怎么个智取法好呢？要么就找顾心妍聊，跟他春风化雨的聊，聊设计，聊艺术，聊情怀，直到把他聊的让他忘了他妈妈创立东辰的初衷。要么呀，就只能从内部逐个击破了。不愧是资深的销售总监，懂人，懂世界啊！在收购东辰的过程中啊，如果有需要我的地方，我一定不遗余力。我们璀璨正需要你这个带路人。李总，您看我在总监这个位置上也干了不少年了。您说，要是这次成功收购东辰以后，那我是不是适合总经理这个位置啊？非你莫属。谢谢李总。李总，其实你应该多听听丛飞的意见，他毕竟是东辰的老员工了，毕竟伺候了2朝主子呢。虽然你们都是东辰出来的人，可是却完全不一样。怎么不一样啊？怎么说呢？他给我的感觉啊，就好像这么说，就好像我们2个人不是同一个草里吃草的马。大家先冷静下来，有什么问题你们尽管说。我们要知道事情的真相。对。什么真相？我问你，东辰是不是要破产啊？如果东辰要破产了，为什么公司不发布公告？你们要信任公司。那我再问你，盛世撤资的事情是真的吗？难道我们这帮的人的工资1分就拿不到了吗？第一，无论是盛世要撤资这样的谣传，还是未来的一些谣传也好，请以公司发布的公告为参照标准。第二，东辰的利益关乎到每一个员工的利益。企业的良好工作环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维护，而不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就跑到公司来闹事。第三，我以东辰董事长的身份在这里跟大家保证，东辰绝对不会克扣拖欠员工1分钱。我希望你们可以尽快回到自己工作岗位上去，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这才是你们应该做的事情。怎么样？再相信他一次？怎么样？行，一个机会。行，相信他一次。我们再相信你一次。再相信你一次。咱们走。走。回去吧。我要的东西呢？钱呢？没问题。哎，小心点啊，半瓶，就够要人命的。顾董，闹事的员工大都回自己的部门了，但也有极个别的写出辞职报告递交上来。好，辞职的就不要强留，通知人力部门一定要做好离职的手续。还有，关于各个岗位的空缺，要及时补充新鲜血液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对了，那个叶小青想要见你。好，请她进来。
欣然，我有点事儿想要告诉你。你先坐。好。昨天下班以后啊，我看到了Lucy Lee和奔雅琪2个人在一起，好像是在一个养生会所的电梯间。本来嘛，他们本来就是上下级，下班以后常聚聚也没什么，不该我管。只不过我看他们的神情啊，既幸灾乐祸，还有一点神秘。我特别担心你欣然，所以特地过来告诉你。咱们公司最近形势这么不好，你一定要小心、小心再小心啊！小青，谢谢你告诉我这些。没什么，干嘛这么客气啊？哎，你怎么好像胖了？都怪这个李明刚，天天给我夹粉做好吃的。什么？都回去上班了？这罢工闹得也太不像话了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这东城的员工也太没有骨气了，不知道顾欣言说了什么，就都回去工作了。这些员工啊，都在气头上，火气消了，自然就回去上班了。你以为他们真想革老板的命啊？他们的利益又没有受到损失。想要东城彻底瘫痪，还是要员工的实际利益受到威胁才行啊。那是自然。这就完了？也没闹出什么程度嘛。这还能闹到什么程度啊？都上新闻了，你看。至少得让领导保证啊，几年之内不裁员、不减薪，这是我们的最低需要了。是啊，是。我可听说了啊，人家璀璨那边又加薪了。真的假的？又加薪？他们不是刚加完吗？有钱就加呗。这几年啊，他们已经整体加薪2次了，而且每次幅度啊都在10%以上呢。加这么多？咱们这边就惨喽，别说加薪，工作能不能保住都不好说。哎，我就说，顾董事找我去清查资产的时候，我就发现有些不对。你说，就算上市要撤资，也不到这一步吧，对吧？是这样的，马姐，你看一下。小周，你跟我来一下。哎呀，董事长，我清楚的记得你别让我外传这个消息的，是大家伙正好聊起这个事情了，所以我就跟着聊了几句。小周，你别紧张，我没有怪你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。你跟我说说，你们是怎么聊起这个话题的？好像是马姐吧？对了，是马姐。马姐说璀璨又涨薪水了，所以大家就有感而发了。董事长，我真的错了。虽然这个事情不是我提起的，我也不应该在这种时候提及这些莫须有的东西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去工作吧。那我先走了啊。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短短几天之内，李卓然过世，本该是百废待兴、从头再来的时候，怎么突然就变成了急转直下的转折点？我想的问题和你是一样的。按照现在的情况，答案就只有一个。有人想要打劫东城。没错，就是那些想要收购东城的人。创始人过世，前任董事长落马，你呢又刚刚接手这一摊家业，还没来得及处理，野蛮人就堵到家门口来欺负你了。资本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散发着欲望。欣然，你这么拼，难道不累吗？累。我有的时候真的快累死了。有时候呢，我觉得我自己特别懂你，再苦再累你也要扛，别人的黑锅你也要扛。但是有些时候呢，我又觉得我一点都不懂你。
是啊，心妍，你母亲的冤情已经查清楚了。如果说李卓然是你的一个宿敌的话，那么你在与他的这场较量当中，已经取得了完全的胜利。如果这个时候东城被资本收购，你瞬间可以获得这一辈子的财务自由。可你却坚决反对收购，因为有的时候收购者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收购，那是什么？是消灭。从被收购的那一天起，就是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一刻。收购者最大的目的是消灭最大的竞争对手，这样才是最有效的扩张方式。我终于知道，你为什么坚持要让东城维持下去了。只要东城还在，就还是会有翻盘的机会的。我的职业生涯与东城荣辱与共，你放心，我会尽全力支持你。心妍，虽然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设计师，但是今后我也会一直支持你的。谢谢你们，有你们在，东城就还有希望。他有，公司最近发生了太多的事情，特别是财务方面的工作，我都快要撑不住了。我多么希望你能陪在我身边，和我一起面对。我多想听到乐天派的你告诉我，万事只要有你在，事情就能解决。可是你却一直躺在这里，不说，不想。我多么想看你对我笑一下。孟潇潇，心妍，手，走。感觉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没事儿，你放心。医生说了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液体，是浓硫酸哎。要不是你及时出现，我肯定毁容。用我这点小伤换你的颜值，值了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刚刚一出医院门，我就看见一个黑影朝你冲过来，我这也是本能反应。你说会是谁呢？下这么大死手？反正我是没有看清楚，因为天太黑了。你觉得会是谁呢？
我觉得像祁东海。祁东海？你为什么会觉得是他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就是一种直觉。哎，你怎么会来医院呢？加完班之后不想回家，说过来看看林哲，没想到能被人盯上。幸好你在这个时候下楼。这就叫命。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了。要不，我给你的董事长办公室送一面锦旗。锦旗？你说的是那种红底黄色字的那种锦旗？你放我董事长办公室，你觉得合适吗？你？哎，医生，我朋友的伤怎么样了？啊，他手上见到的硫酸液体不多，并且处理的及时，没有造成其他的后果。手上嘛可能会留点疤痕，不过还是可以修复的。太好了，谢谢医生，谢谢您。哎，听到了吧？将来我陪你去做手部整容，能恢复的。谢谢你啊。外面有2个警察局的同志在等你们，说是犯罪嫌疑人已经被抓住了，需要你们去做个笔录。哦，好，知道了，谢谢，谢谢。那我们快走吧。李总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顾心妍被人泼硫酸了。她受伤了吗？具体伤情不知道，但是可以肯定的是，她被泼到了。东城这一阵子真是祸不单行啊！哎呀，这顾心妍呀，可是够倒霉的。让我们看看以后东城要怎么办吧。哎，这款设计倒是挺漂亮的啊。你们跟犯罪嫌疑人认识吗？对，我们是同事。那以前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作案动机？并没有，至少在工作的时候并没有。而且，他工作还挺认真负责的。警察同志，他应该不会被判很重的刑吧？啊，这个我也不好说。怎么样了？好了。来，你们看一下。谢谢。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，就在上面签个字吧。警察同志，我们能跟嫌疑人见个面吗？啊，可以。他现在还在我们这里压着呢。等一下，我派我的同事带你们过去。谢谢。给你们5分钟时间。谢谢你，谢谢。祁东海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啊？为了钱。我承认我是一时冲动，但也不能怪我。我舅舅临死前把股份都给了你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。你觉得他为什么把股份留给我这个非亲非故的人啊？还不是因为你让李卓然失望至极。祁东海，你以为李卓然这些股份是白给我的吗？这当中有非常苛刻的附加条件，他要求我每年给他老婆儿子打500万。怎么，很惊讶是不是？你以为你舅舅是慈善家吗？他把股份留给我，无非是觉得我会信守承诺罢了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我人生已经毁了。你还有一份工作。董事长，你知道我是李卓然的外甥，而且知道我犯了这么严重的错误，你还愿意用我吗？只要你往后洗心革面，我会给你这次机会。
林哲，我又回了趟咱们的老家，买了你小时候哭着喊着想吃，却没钱买的辣火腿。哎呀，你快点醒过来吧！只要你醒过来，你想吃什么，想玩什么，哥都答应你。不能告诉他们，那多上火呀！听了。可是你不跟他们说，这是怎么能瞒得住呢？那怎么行啊？哎，来了来了！你们怎么来了？我顺道就把小青一起接来了，手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一点皮外伤而已。这祁东海下手也太狠了吧？疼不疼啊？夕颜是为了救我，祁东海是冲我来的，要不是他，我肯定毁容了。夕颜，要不我们今天别去上班了啊，回去好好休息休息。公司还是要去的，走吧。星颜，还是别去了吧。对对，别去了，别去了。哎，你们俩怎么奇奇怪怪的？没有啊，是不是公司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到底怎么了？别吞吞吐吐的了。我跟你说，公司又被记者包围了，而且，确切的说是昨天晚上记者都已经守在那儿了。你手术上的事儿，他们知道之后，这次来的不只是商业版，连娱乐版和社会版都来了。小青不让我说，怕你俩上火。这些记者还真不嫌事儿大，越是这种情况，就越应该去公司。走吧。那我叫车。嗯。喂。顾董事，快来公司！我知道了，现在公司被记者包围了，是吗？我们已经在回来的路上了。是林总回来了。林总回来了。跟我说说你这2天的经历吧。我去了一趟我和林哲出生的地方。林哲出事儿，李卓然坠楼，让我反思了很久啊。你说我们打拼了这么多年，却连自己的亲人都保护不了，这种打拼还有什么意义？顺便去祭拜了一下我的父母，跟他们说我这个当哥哥的有多无能。我爸去世前，我答应过他，要照顾好林哲。这些年，我一直是用我的意志控制他，不让他跟同龄的孩子玩，没让他享受过童年的快乐，只是一味的让他读书、读书再读书。可是你知道，一棵树，只有自由的生长，才是最幸福的。林哲太理解你，他一直想要成为你的骄傲。如果不是我，他也不会陷到这个泥潭里。如果他醒不过来，我会照顾他一辈子的。星妍，你别想太多。林哲的选择很清楚，他希望你平安，希望你能快乐，希望你能好好的活下去，别辜负了他。你那手没事了吧？哦，没什么事儿。其实就是小伤，休息2天就好。就是医生有点小题大做，非要包成这样，好像多严重似的。还是听医生的吧。怪我太大意了。当时祁东海在派出所里交代了和李卓然碰头的地点，我就以为他回头是岸，没想再过多的深究。万万没想到，他竟然如此穷凶极恶。
我真的没什么事儿，还挺庆幸的。如果这一大瓶硫酸泼到了孟潇潇的头上，那肯定是要毁容的。你说他怎么会对孟潇潇这么大的仇恨呢？李卓然在坠楼之前，把股份转让给了孟潇潇，但是他有一个条件，每年给他的老婆还有孩子打500万。可是祁东海并不知道这个条件，他还以为孟潇潇断了他的财路，疯魔了吧？真是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啊！林总，会议室准备好了。好，马上去。哎，大家好。最近我去处理了一点自己的私事。这事儿我能理解，那不单是我啊，就是在座的各位，如果自己家里唯一的亲人出了这种事，恐怕谁也不能够全心全意地投入工作，是吧？愿林哲早点好起来。谢谢，谢谢。最近东辰出的这些事儿，我从其他渠道也了解的差不多了。我们的董事长虽然年轻，但是我觉得他处理得非常好，也很及时，甚至超出了我的想象。想必各位也都知道了，以璀璨为首的几家资本想联名收购东辰。今天我们就这个议题，大家表个态吧。董事长先说吧。东辰不卖，也不接受收购。东辰和金伯利钻石合作的琉璃钻新系列马上就要上市了，和栾总监共同创建的基金活动也要开始了，工厂里的各个设备也在陆续的更新当中。我们扭转局势指日可待。我赞成。我还是那句话，这风险也太大了吧？我听说盛世的第3笔投资款到现在还没有到位，而且他们对第1笔投资款还提出了非常苛刻的审计要求。如果这时候盛世突然撤资，恐怕我们连第1笔投资款都很难返还吧？哼，到那个时候啊，东辰可就真的是万劫不复了。所以呢，我觉得吧，如果对方提出的收购条件对我们有利的话，我们赶紧卖给他好了。或者呢，我们可以主动找人收购嘛，主动出击啊。您这不是主动出击，是主动放弃。别说中国的企业了，世界500强的名单，您可以从头到尾去看一看人家企业的成长史，哪一家企业不是先受了伤，养好了伤疤，再受伤，再养伤的？但是有一个惯例，那就是凡是受过伤的地方，必然会形成很强的免疫力，让企业由短板变成长板。这就是为什么不能毁灭我的，必将成就我的道理。如果现在不趁东辰还值几个钱的时候赶紧卖掉，那还等什么时候啊？你要替我们这些小股东考虑考虑啊！陈董事，如你所说，如果在东辰还不值几个钱的时候就把它卖掉，那么等到将来东辰更值钱了，你是不是才会觉得今天的自己是有多么的鼠目寸光？这万一东辰要是一天不如一天呢？到时候我们想卖，未必有人想买呀。邱总啊，你还坐那儿干嘛呢？发表意见呐！好，那我说2句啊，人啊，活到老得学到老。过去啊，我一直挺自信的，凭自己的老经验做事情。随着社会的不断的变化，老经验已经不灵了，老理儿也不灵了，包括书本上的那些条条框框啊，都不灵了。到底什么东西是灵的？说实在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过去啊，我一直以为咱们的董事长李卓然很灵，但是结果呢？结果，算了，这也不说了。各位要听我的意见，那我的意见就是，你们年轻人自己去决定。我作为股东，我的股份不算大，也不算小，我也不想把我的股份去卖掉。那么，你们年轻人就去做好决定，然后告诉我，我听个响就可以了。这样吧，我们举手表决吧。
不同意东辰被收购的，请举手。我弃权。好，7票反对，1票赞成，1票弃权。我们东辰内部总算达成了共识，就是反对收购。那么我们就沿着这个思路展开工作吧。好吧。进来。让潇潇来。林总，这是近日公司的一些经营情况，重点的部分呢，我已经做了标记。好，坐。潇潇啊，我听说白大英雄救了你一命，是不是准备以身相许啊？我跟他说了，要送一面锦旗挂在他的办公室里。潇潇，能看到你现在这样，我真的很高兴。李卓然死了，唐老师也得以平原昭雪。在我这心里啊，有好多东西我已经放下了，你也放下吧。啊，你现在就是你自己，还生我气吗？不生任何人气了。哎呀，真没想到你进步的这么快，都当上销售副总了。全凭着白董事长提携。哎，跟你自己的努力也是分不开的。那我现在跟你聊聊我下一季度的工作思路。好啊，来，边喝茶边聊。新娘来啦！来了，你的手怎么样了？活动自如。要不是遇上一个固执的医生，我早就把这纱布给拆了。哎，没事就好。我还担心了好一阵子，我就在想啊，我这边给你这么大的压力，Lucy Lee又张罗着收购你，你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。如果我真的成了压倒你的最后一颗稻草，那我胡凡成什么人了？不会，我可是您投资珠宝界的第一位设计师，您要相信自己的眼光，我不会那么脆弱。有你这句话就好。所以，您还是决定要收购东辰，是吗？我今天来找您也是为了这个事情。怎么，改变想法了？同意被收购了？恰恰相反，不同意被收购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了。我是希望您可以收回这个想法。你给我一个理由。东辰还没有输，还有赢的可能性。我不想压大压小赌输赢，联合几家优势资本直接拿钱收购，不比守在一个坑里更有效吗？但是您那几个投资战略小伙伴，跟您的诉求可是不一样的。什么意思？您的诉求很好理解，那就是投资回报获得利益最大化。但是璀璨不一样，他的诉求是消灭东辰，独占市场。你们两个人的诉求刚好是相反的。我经手过几个这种联合投资的案例，大家的诉求不见得要统一，而且也无法统一。看来您是决定，哪怕和几个战略小伙伴同床异梦，都不要东辰这个结发器了。行啊，新娘，学会打比方了啊！我这也是接了您的梗。我还记得您曾经跟我说过，投资就像找对象和结婚一样。你说的没错，不
不过目前我的想法不变，同床异梦要好过独守10年。我的想法也不会变。那么接下来，东城就要开启保卫战模式了。进来。李总，我听说林毅回来了。他怎么在这个时候回来了？不知道，可能是东城已经乱成一锅粥，他看不下去了吧？真的是众星护主。而且他一回来就立刻召开了股东会议。知道是什么内容吗？具体什么内容打听不到，但是猜也猜得到，中心思想跟璀璨死磕呗。单是一个顾心妍就已经很难对付了，现在再加上一个林毅，我们收购的事情就更加困难了。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3家投资方愿意出手，这次我绝对不会错过任何扳倒东城的机会。佳琪，你那天分析的一点都没有错，顾心妍就是个硬骨头。我们要从东城的内部想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呢？还记得叶小青吗？那个你一叫就出来的顾心妍的闺蜜。但是这个叶小青她盗取顾心妍方案的事情已经败露了，就算他俩和好了，信任这个东西很难修复吧？这个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她可以被我们利用。进来。老大，这是董事长给的。说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打开。啊。这是股权转让协议啊，这是我给他的文件，怎么又给我送回来了？我也不知道啊。我这不是亲自来给你解释了吗？你的就是你的，你说你给我送回来干嘛？之前我同意，是因为为了取得在董事会的话语权，现在没有这个压力了，物归原主。原主就是你呀！我不要，您这是想逃避责任吗？静言，我发现你最近进步很快，你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设计师，你正慢慢成长为一个优秀的管理者。那都是因为有你在。早晚会有这么一天。我不能让这一天到来。股权越大，责任越大。您别想图清闲啊！一点股份没有，我也还是东城的总经理，我不会不管东城的，除非白董事长开除我。林毅哥哥，你有没有想过，我妈为什么要把股权给你，而不是让你帮我代持呢？当了股东之后，我才发现，一份股权，一份责任。我想我妈应该是不想让我负担这么大的重任吧。我渐渐可以理解她一直反复跟我说的那句话。她说，希望我成为一个简单、快乐的平凡人。所以呀，请你不要再违背唐婉容老师的意愿，给我一点点成为简单、快乐、平凡人的可能性，好不好？先放着吧，以后再说。医生，现在什么情况？几次内心检查倒是都很正常的，虽然脑干反射功能还是处于消失的状态，但对一些刺激是有一些轻微的反应的，这些都是很积极的情况。那太好了，那有什么情况的话，我们随时沟通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医生。
喂，喂，小青啊，是我。你最近忙吗？我在整理一些资料。那你有没有空啊？我们出来坐坐啊？